一个角色的魂，演戏到最后可能就是从刻画到塑造一个灵魂。我也不知道10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我只能说一点点的努力去做一个更好的自己，无愧于心。人民日报的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在场，我是左骁。本期的嘉宾有很多身份，他是演员，是歌手，是舞者，所以不少网友说他总是有很多的可能性。今天带着新作品谭健次来了，我们欢迎他。欢迎人民日报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谭健次。说带着新作品，其实作品已经写在衣服上了。对，震耳欲聋。震耳欲聋，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先。震耳欲聋呢是一部聚焦聋人集体反诈的这么一个故事。那我在里面饰演的是一个灰度律师，他是游走在无声世界和有声世界的这么一个coda 就是聋人父母的监听的孩子的这么一个身份。他是一个手语律师，然后他在这个名利中逐渐的迷失自己，逐渐的异化了自己，成了一个失语者。但最终他又利用他一直想要摘掉的这个聋人标签，把它当成了自己最有力量的发声武器。大概是这么一个故事。我看手语也印在衣服上了，说明这部戏里面有一个很有特点的地方，在于手语。对，但是手语有一个困难之处啊，它没有台词，但是传情达意的张力不能减，会不会是一个难点？是，其实我一直觉得，尤其这次通过这次的表演，我觉得手语和学习啊，我觉得手语它是一门非常优雅且有魅力的一门语言。对，在表演的时候，一开始可能在没有接触手语的情况下，会觉得它会是一种压力，说啊，因为你不能通过自己的声音去表达，你只能通过你的肢体和表情，是不是会减弱？其实反倒我觉得它就像我们的片名一样，有时候无声反倒更震耳欲聋。对，也是一种艺术的呈现形式，可以说。那这次对于这个本子，对于这个角色，你是属于那种一秒心动，还是说越看越喜欢，偏向哪一种？我确实是看完剧本以后会被深深的吸引，因为它首先这个题材我觉得非常大胆，但它又不是一个纯粹是让大家看一个猎奇的这么一个故事，它其实还是更多的在讲它大胆的地方更多的是在探讨人性的灰度，探讨这个人们在困境中，在绝望中如何自救，如何呐喊的这么一个故事。对，所以这个角色难点，我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你希望通过李琦这个角色，既看到这个人，也看到这个人背后所投射的一种社会现象？它会是一个难点吗？我们当然希望它可以引发出更多的思考，但是作为表演者，作为我自己，我看到了这个本子背后的利益，对于我而言，我可能更多的还是把这个角色诠释好，让他能够被更多观众共情，然后让这个事件也能被更多人看到。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诠释这个角色的难点在于哪里？哪些地方会让你觉得还挺有挑战性的？刚刚说到的手语其实是一种，但这个是我觉得是比较客观存在的，就是比较外化的一些。对，因为你对这门语言的不熟悉，包括律师本身也是我第一次挑战这样的一个职业，他有很多专业上的术语，他又是个手语律师，他是比较冷门的一个职业。那么一些更难的地方就是在于这个角色内心的一些挣扎，一些抉择，包括他的出身，他的成长是如何锤炼成他一个并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这么一个人。这一次的作品，相信你也付出了很多努力。具体在准备上付出了什么？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其实在拍摄前期，就是还没有开机之前，我已经把整部戏的手语全部学会了，然后这个是专门系统的去学了手语，然后呢我有去聋人自己开的一些咖啡馆，在北京的一个郊区，我记得就是去跟他们生活，感受他们的真实的样子。
哦，那次让我印象非常深刻，就是因为原来可能对这个群体还不是这么的了解，那去了以后，那天他们教我做咖啡，然后教我做饼干、做面包，然后跟我聊天然后跟我然后告诉我他们的梦想，你能想象他们喜欢写歌，他们喜欢写词，永远都是把他们的笑容展现出来。对，然后我印象很深的是，当时我在要离开的时候，他们集体给我唱了一首歌《聋人》，就是放着音乐，他们就比划着手语唱一首歌。我当时一下午就不行了，所以我那一刻我就觉得这个戏我非演不可，就是那种感觉，就是他们内心极其的阳光明媚，以及他们的可爱，而且他们在打手语的时候，非常的让我觉得非常的有魅力，很美，就是这种感觉。声音可能不是最优美的，但我相信在你的心里，它是余韵绕梁的。然后又到了去这个律所，我去体验生活，去走进那些真正的在路边奔波的那些律师们，然后看他们一天的工作状态，看他们面对来要求申诉的一些人，然后甚至我还会帮他们写一些简单的这种案件的这种诉状等等，然后包括还有去一些庭审，看一些开庭等等很多，我觉得在那个过程中，自己也是一点点积累，做出很多准备，才开始拍这部戏。对这个行业也有了一个更加深刻的认识。对，我觉得这个过程也很有意思。这个过程你能看到他们形形色色的样子啊，也自己也无形之中被感动。我一直好奇，说这个的时候，我觉得你的手部动作非常丰富，是不是平常这段时间想起来之后，也忍不住要给我们进行一个手语展示？啊，可以啊。有什么突然一下这瞬间有一个什么想说的词或者一小句话可以用手语展示一下的？我先说这个叫什么？我们震耳欲聋比较关键性的一些手语，比如说这个就是救命的意思啊，左手。对，因为它这个其实比喻的是一个人，他就是意思要救他，救命，救命。对，那比如说报警，警察是这样啊，这是警察，这是警察。那报警可能这是报警，报警。那像这种，比如说简单的你好，你好，对。那比如说大家好，就是大家，这是大家好，对，类似这种，其实它很有意思的，我觉得。感觉这个角色它是丰富的，甚至是有一些复杂的。其实你的很多角色让大家印象非常深，比如说沈毅，比如说相柳。如果硬要给这些角色进行一个分类，哪一个对你的改变最大？哪一个是让你印象最深？哪一个是让你有些遗憾？这次的李琦又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位置给他呢？好不好分类？其实不太好分类，因为自己饰演过的每一个角色都在我人生中留下很多印记，因为他们都在我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出现在我的人生里面，然后我又出现在他们的人生里面，就是我塑造了他们，他们同时也在一点点的塑造我，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互相成就的。你说你让我非得说出哪一个印象最深，或者哪一个对我影响最大，我觉得这个很难去做一个排比，对，所以我还是觉得每一个角色对我来说都是给我成长的一个机会。难以简单言表，但是一切尽在不言中，也是一种感觉。但哪个角色是说到转折点和突破的时候会停下来的角色？我觉得对我转折有非常大转折的，可能是我再一次回到影视行业的那个角色，就是《军师联盟》里面的司马昭。其实那个是让我重新在对表演产生了强烈的欲望和这个认知的一次体验。那说到你的经历，7岁的时候开始学拉丁舞，得过很多荣誉。17岁第一次拍电影，到30多岁，有很多网友说你是叫柳暗花明。你怎么样形容自己这么多年的一个成长路线？有的人说自己是曲线上升，有的人说自己是突然一下拨开云雾。你是哪一种？其实这么多年，我觉得这个过程对我来说非常珍贵，因为它就像一个种子，它需要
长成树的时候，它也需要经历这个破土、发芽到成长，它还是需要经过阳光、经过时光、经过风雨，才能成长成为一棵树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是有这么长的时间给自己去吸取养分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珍贵的过程。柳暗花明，我觉得没有暗啊，你不能说它在破土在发芽的时候它是暗的，我觉得那是希望，就是这个希望是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它不能是一下就那个成就出来的。对，那说到你的生活，其实在我们看来，因为你刚刚开篇介绍也说，你总是给我们很多的可能性，有很多的身份。那舞台和荧幕对你来说的意义差别很大，应该。我觉得都是跟观众情感共鸣的一部分。对，舞台只是更快的能得到反馈，在舞台上也是一种表演，然后在荧幕里也是一种表演。我觉得这两者对我来讲是互相成就的，就是我觉得我的歌手的身份也好，然后舞台的经历也好，有帮助到我演戏。我在作为演员之后，我再回过头来唱歌也好，我在舞台上表演也好，也会给我对于歌曲的表达多了很多灵魂上的理解啊等等。本质上其实虽然说呈现方式不同，但是殊途同归，其实都会让你变得更好。对，说到表演这个话题，其实从你第一部电影到现在时间不算短，这么长时间你对于表演的认识有没有一个感觉明显的一个变化过程？对你自己呢？因为年龄不一样了，因为那时候也才16岁，现在也35了，所以我觉得它整个过程其实还是由外向内的一个过程。可能以前更多的是想要去刻画一个人物，让他变得更像从形似到神似到我就是，所以这个是一个过程啊。刚刚说到年龄，我感觉你很大大方方，并没有对这个年龄做这个话题有点焦虑。你是一个对年龄话题毫无焦虑的人。还好，我没有对年龄有什么太大焦虑，因为我觉得人生都是在体验，你在不同年龄段要体验不同的事情。有的人就说你现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非常好的一个年龄段，因为你往下够一够少年感的东西你可以拿得住，但你再往上够一够深沉一点的人到中年的角色也不是不可以，是一个少年感韧性最长，有点自愧不行了。你怎么样看？你觉得现在这个年龄段是一个角色的跨度可以很大，很多可能性的年龄段吗？我觉得可能性是有的，但我不太会去触及我觉得已经跟我没有关系的一些，就是不能让观众信服的东西了。就是如果你让我去演一个10多岁的一个初中生或者高中生，我觉得没有人会相信的。就算我今天保养的再好，就是我觉得就是你还是要在你的可视范围内去跳脱你的舒适区，而不是跳到一个就是强扭的地方。所以你在选择作品的时候，更倾向于是找到一个作品它适合我，而不是说我为了证明自己有很大的可塑性，需要够一些可能反差很大的东西。其实这次李琦对我来讲，可能对观众对我的认知来讲本来就反差很大，但是他没有跳脱在我的一个不可控的范围里面，所以我觉得它是有一个边缘的。我觉得这个边缘你要在这个边缘里面去给大家看到你的更多的可能性，而不是一个可能逐渐的成为大家心目中的一个符号，你就是一个什么样的标签啊，你就是只能演这样的一个角色啊。我觉得可能还是作为演员还是要更多的给到大家新鲜感。你会让我感觉到你希望能够做到比行业的平均标准更多一些，再多一些。这种准备的细致程度，这么认真的去花很多心思，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是作为演员的本职工作。对，因为你吃这碗饭，然后你需要对得起这份工作，对得起所有对你保有期待和信任的观众。因为我始终相信演员是要通过一个一个作品去赢得观众信任的，而不是有过一次成功之后，然后你就可以
放任了，吃老本了。对，就是我觉得你是要通过一个一个作品来积累观众大家对你的信任，这才是根本。所以你在触碰一个角色之前，或者你不管是角色也好，歌也好，或者任何一个作品也好，你需要去锤炼它，你需要去打磨它，你需要把它做到一个让观众能值回票价的这么一个东西来啊。慢慢的积累，一直在提高。是，我觉得这个无形中也是对得起我自己，对得起我自己的每一次付出，并不是敷衍了事啊。其实我觉得你还有一个特质，就是你都很认真。他就是我觉得就是演员该做的，你必须要想办法去靠近他，你就理解他，靠近他，你最后才能成为他。我觉得可以这么说，因为如果你真的对他的生活一窍不通，你怎么去扮演他呢？对，你怎么去跟他聊天呢？怎么跟他沟通？你怎么让观众？你怎么走到他的心里？我觉得这个是作为演员，你在扮演一个角色的时候，必须要做的功课啊。对角色对自己高要求，所以我刚刚抓了两个关键词，就是你评价自己和评价一个作品、一个角色的维度，一方面是观众的认可，一方面是你自己的认可，这两者是最重要的。我非常在意观众对我的评价，就是因为我觉得我演戏就是演给观众看的，所以如果观众不爱看，那我觉得我会审视我自己，我演的这个角色是出现了什么问题，或者说我的认知出现了什么问题。那说到评价维度，其实很多的同行评价的维度不仅仅是观众和自己，商业流量拿奖这些你在意吗？这些我觉得是附加题，就是前提是把前者做好，那些该来的时候会来的。对，你不会是一个就是想要对，就是如果你是为了追逐名利在做这些事情的话，它本末倒置了，我觉得就是它就变相了，变味儿了啊。那还是说回角色吧，我觉得谭健次聊下来给我感觉就是他对于角色看得特别重，但是看得特别重是不是会意味着告别一个角色特别难，放不下，会有这种感觉？会有一段时间空落落的嘛，比如你李琦这个震耳欲聋杀青之后，我其实也有段时间空落落，总觉得哎呀李琦这时候会怎么样呢？其实也有，但是你会更期待着有一天他能够跟观众见面，所以这个还是有盼头的。现在就空落落了，那等到这个电影顺利的完成了上映，真正彻底连平常的剧圈活动都没有了的时候，彻底告别了，会有什么仪式吗？你需要仪式感吗？我觉得不会，那时候就不是告别了，那个时候就是我就期盼着他能够带着这个故事，带着这些人，能够成为观众们的一段独家记忆。我觉得你特别强调的就是你把观众在你心里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高的位置，这点是一个我觉得谭健次的一个可以说小标签。那说到表演的小标签之外，有一种说法说表演拼到最后是拼文化，你认同吗？你有没有什么切身的例子可以告诉我？我认同，表演技巧是重要的，但我觉得表演技巧可能更多的是在刻画，在技巧上，但是底蕴呢，我觉得是一个角色的魂啊。其实演戏到最后，可能就是从刻画到塑造一个灵魂，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演员在这个他的观察、他的阅历，包括您刚刚说的底蕴，包括这个想象力，包括演员本身自己的灵魂，我觉得都是在技巧之上。要说到表演的话，其实我觉得你的表演创作观，我努力的在网上检索了一下，有一句话，我选择了一句话，我不知道你认不认同，就是你说过一句话叫做把生活当成戏，把戏当成生活。这句话延展一下，是不是就是你的表演创作观？我觉得是，就像我刚刚说的，可能就是这些角色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也出现在了这些角色的生命里，我塑造他们，他们无形之中也一点点塑造我。我觉得这个就是戏和生活的共同。把表演和角色看得这么重，
那追求一个终极的代表作和一个追求终极的代表性的角色，会是你的一个目标吗？我觉得没有终极，就是没有，你永远是会在期待下一个角色。对，没有终极，因为表演这门课就是无止境的，它就是你没有说我今天我就是演到头了，我就是已经在一个顶峰状态了，没有，我觉得就永远都是可以有更深层次的挖掘，更高级的挖掘，更走内的一个表达都有。那我们跳出表演，聊一个稍微延展开一点点的话题。刚刚跟谭健次聊这么久，我觉得你是一个愿意坚守长期主义的人，而长期主义这个词现在也很火，不光光是表演，怎么理解长期主义，怎么做长期主义？我觉得我一直都是一个长期主义的人，就是我不相信就是一锤定音的这种事情，我相信我永远都是觉得所有的东西需要时间，需要历练，需要打磨的。所以在我的人生中，不管从之前的舞者，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当一个舞者，还是说我花了很长时间去当一个歌手，还是说我现在又花了很长时间成为一名演员，我觉得这都是一点一点塑造出来，一点一点打磨出来的。所以长期主义对我而言，我觉得或者对于我这个职业现在这个职业而言，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但这个行业不可避免的给我们感觉是它很快，一直不停的有新作品出现，有新的面孔出来，有新的热点出现。面对这么多快，你不会有点焦虑或者愁吗？一些时候我不会因为这个事情焦虑，因为我做的是我做好我自己，就是不管这个时代怎么变化，我觉得我不能让自己得让自己保持一个不变的状态，就是或者说要变也是跟随着时代的变化，你去提高自己，因为时代去提高自己，你可能不能陈旧，不能老套啊，你得跟上时代的步伐。在这个过程中其实也是有意思的，就是你会发现啊，肯定很多时候就是我的这个方式方法已经不适应这个时代了，或者说这样的一个表演体系，或者说这样的一个故事的表达已经不适合现在时代了，大家已经看过了，大家已经看了太多了，大家需要新鲜的，我也需要新鲜的。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只要保证我自己内心对于这种探索的欲望不变，我就会一直在探索。以一种内心的不变去应对世界的变，也是一种，有些人会喜欢用百变这个词来形容你，你喜欢吗？我觉得我没有很百变，其实我只是做的都是我自己能力范围里面的事情，这都是我的专业，就是我自己都从事的就是我自己这几个专业，能力池比较宽了。对，可能就是一个是因为出道早，二是确实从艺也比较早，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本着这种匠人精神，一直在敲敲打打。对，那所以说关于那个音乐这方面，其实是有一些规划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个人的一些规划和音乐一直都是有的，但是比如说这次震耳欲聋啊，我有为李琦唱一首关于李琦的歌，这首歌也非常好听，也期待电影上映的时候大家能够听到这首歌。这次有歌曲，那说明这个电影更值回票价，都能看你的表演，还能够听你的歌曲。那说到其实这一路有很多很多支持你的人，那你希望你的理想的和粉丝的交流状态是怎么样的？他们会不会有些时候，很多时候给你很多的启发和灵感，还有一些力量？他们给了我很多很多力量。对，其实我觉得在这几年的工作中，真的是他们给了我很大很大的力量。这个力量是有责任，也有这个信任，所以，我觉得我跟他们之间，其实更多的就是真的像朋友一样。对，可以互相有时候吸取一些他们对你的一些建议啊，就是对，不只是建议，他们会鼓励到我，或者说是感动到我，这种会让我变得更好。但我反之，我也会希望通过我的作品，然后
通过我这个人也反向的去回馈他们，然后让他们也变得更好。感觉你的状态是更平视的一个状态，交流感多一些。当然要平视。好，那说到这里之后，有一个特别生活上的问题，网友就问了说，唱歌是你的调整方式，那平常除了唱歌之外，有没有什么其他的爱好或者说是解压的小方式？工作繁忙之余，我可能一般就是待在家里跟我2只狗玩，要么就有时候也会去郊外散散心，去感受一下大自然，然后要么就去旅行。我觉得这些只要是让自己放空的，我觉得都可以做。就是你哪怕坐在那发呆，我觉得都是一种解压的方式。尤其前几年，我觉得强度非常大，就是基本上没怎么休息过。那个时候很渴望休息，很渴望，就是觉得自己很怕自己有一天被掏空了，就是那种感受。但这2年可以自己开始慢慢的去感受多一些啊，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相对的游刃有余一些了，让自己勇敢的做出选择。好多时候感觉，因为我总是问嘉宾的一个问题，就是也是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题，就是其实有些时候质量和数量之间是难以兼顾的。我是重质量的人，数量是因为你前期你需要有一些拼搏的过程，你需要有一些能够快速证明自己的一个东西啊。所以我觉得人生阶段是不一样的吧，我觉得对，通过调整，我相信谭健次带给我们的作品会更精彩，也会有更多他的个人的思考和他的想表达的东西在里面。那么这一次的李琦，我想肯定会让大家非常期待。其实一部戏不难，1年不难，2年不难，3年也不难，5年难了，10年难了，坚持10年如一日更难了。坚持下去会不会需要一些动力，需要一些信念？我觉得动力还是源于自己的探索欲望和对这个行业的热爱、喜欢，或者说现在也有很多的朋友在信任我、支持着我。我觉得这些都是我的对于这个东西的，对于这个你所谓的10年如一日的这个自己的驱动力。当然，我不能，我不敢放这种狠话，说10年之后我还是一模一样的去做这些事情。我也不知道10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所以我只能说我会保持我自己现有的样子啊，一点点的努力去做好一个更好的自己。说到10年如一日，我们最后一个小问题，刚刚说到10年如一日，如果说给10年前的自己一封信，给10年后的自己一封信，2封信的写法截然不同，会不会？10年前2015年，给10年前的自己，2015年刚好就是我说那个转折的那个角色，那就给他说，我说感谢他吧，感谢他在那一刻毅然决然的选择了回归做一名演员，从零开始啊，有勇气做一次突破啊，对，然后感谢这10年自己默默的付出啊。我也很好奇10年之后，不管10年后我是什么样，我就最起码到目前为止，我觉得我自己没有就是做的这些工作无愧于心，所以我觉得还是要感谢自己。我们也期待着在时间里看到属于谭健次的答案。10年之后，咱们俩再坐一块聊天，我的介绍还是演员谭健次吗？或者说你的人生有其他可能？没想过，没想过，不然成为什么了？成为什么老板谭健次？就是我做导演，我想体验一下做制片人，想体验一下更多的去从更多角度的接触一个作品。你会有这种想法？其实没有，有，但是我觉得还是先把演员做明白吧。对，我就没有在一件事情上，觉得让自己觉得，或者说你对那个行业还没有足够的，像我说，你需要有很长的时间去锤炼。好，那我们就等着你用一个个作品和角色，或者说下一个身份，来满足我们的期待和好奇了。给大家再介绍介绍李琦。郑鱼龙是我们所有主创非常用心的，非常带着敬畏心去完成的一个作品，然后我相信这个作品是可以带给大家很多能量
关怀和这个温暖的。由衷的希望大家在国庆期间走进电影院去观看我们的新电影《震耳欲聋》。好的，再一次感谢谭健次。时间过得很快，以上就是本期在场的全部内容，更多精彩欢迎大家持续锁定人民日报新媒体，再见。